如果就是看我们频道小伙伴啊，应该还记得这本书。当时我就放下了一句话，这本书可以成为我们之后选题的题库。今天呢，我们就随机选取一页，好，随机翻到这一页啊，这就是呢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位还在世的绘画大师格哈德·李希特。18年的时候有一部电影《无主之作》，那个片子呢是按照李希特作为这个原型。那今天我们可能就是稍微对照着这部电影当中的一些情节来简单介绍一下这位大师李希特的作品。第一个蹦出脑海的词儿就是模糊，模糊的战斗机，模糊的军人、妇女、儿童、静物。到底为什么他要用这样模糊的方式去创作呢？或者说这个模糊是怎么来的呢？我们就要回到李希特他本人。1932年，李希特出生在德国的德累斯顿，他的父亲呢是中学的一个教师，他母亲在他大概10几岁吧，给了他一部相机，他其实就是从摄影开始，他的绘画跟摄影之间真的是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当时就是有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二战结束以后呢，李希特他们家乡处在东德，他当时呢就去了东德当地的一个艺术学院学习广告的插画和壁画，在那个年代他已经展现出了他绘画上的天赋，所以很快呢他就能不断获得邀约，请他去政府的建筑画大型的壁画。在1959年的时候呢，他就去看了卡塞尔文献展，他在那个展上呢就看到了波洛克还有方塔纳现代艺术，就立刻冲击了他对艺术的理解。他画壁画，老师教给他的都是说你要摒弃自我，但是像波洛克这种东西把他整个的三观给颠覆了，他就特别向往这样的一种艺术的环境。所以在1961年的时候，他就带着他当时的妻子逃到了西德杜塞尔多夫。首先，他是进入到杜塞尔多夫学院去进行了艺术的学习。对照刚刚说那部影片，当时他进入到学院当中，一路他看到的各种创作的场景，看到了什么？方塔纳划破画纸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射箭的那个女同学应该是指代的是阿布拉诺维奇，他的行为艺术。另外还有浑身涂满了颜料在画纸上作画，这个应该就是指代了克莱因。当时一路陪同的这个同学其实也有一个原型，这个原型人物呢就是艺术家冈瑟尤克。在影片当中也能看到他在跟男主角对话的时候，他在进行自己的艺术创作，他在玩弄一排钉子。冈瑟尤克这名艺术家呢，他的代表作就是他用钉子创作的一系列的画作，包括装置。那为什么用钉子作为他表达的核心的元素呢？就是因为艺术家本人在战争时期的童年的记忆，每一次飞机来空袭的时候，他们就要用钉子把自己家的门板钉牢，所以这个在他的生命当中是有一个不可替代的位置的。影片里边有个背影，就戴个帽子，好像很典型，应该就是博伊斯。我觉得，因为他经历过1战、2战，他也经历过，就他很多作品都是你能看出那种战争给他们造成那种创伤。对这个男主角啊，他指代的李希特，对他影响最大的，当然就是他们当时的学院的教授约瑟夫·博伊斯。影片当中也介绍了，当时这个教授他去到了男主角的工作室，教授就跟他说呢，我觉得你尝试这些都没错，但是我在这里面看不到你自己。作为一个艺术家来说，最重要的是这些东西要跟自己发生关系。因为当时呢，这个教授在学院里面也是一个非常异类的存在，他经常就会看到这个教授在角落里面去摆弄油脂和一些毛毡的东西，不知道在干嘛。教授当时就跟他说，2战的时候，我其实是一名德军的飞行员，当时有一次呢，我的任务呢就是轰炸一个小村庄，飞机失事了。其实在那场事故当中，我可能就丧命了，但是我却被当地的鞑靼族救了起来。他们用传统的方式把我身上涂满了油脂包裹起来，然后用毛毡给我取暖，奇迹般的让我生还了。对我来说是人生当中非常重大的一次冲击，他们是我去猎杀的对象，摧毁的目标，而反过来这些人却没有任何分别心的把我救活了。这对我来说就是人性最伟大也是最不可言喻的一些地方，所以我在用这种材料去做我今后的这些创作。这一段说完以后，男主角就感觉醍醐灌顶。在现实生活当中也是在这段时间，李希特他基本上就销毁了他所有的创作的东西，开始了他模糊了这一系列的绘画的创作。我们看到的最形式感上的东西，它就是把照片一样的绘画给模糊掉。但它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是李希特他有一个收藏这些图像信息、图像资料的这么一个习惯，所以他有大量的文件、报纸上、杂志上，或者是一些底片、家庭快照，他收集来庞杂的信息作为他的素材。照片最后呈现出来的画面和我们实际上看到那个画面其实是有所不同的。
我们人眼在看一个东西，其实没太会有出现模糊，反而照片有时候就是你用大光圈聚焦在哪个地方，焦点是实的，其他地方是虚的，这种视觉效果其实是在照片上看是很明显的。那李希特画的特点就是把这个东西放大了。在那个年代啊，大家都已经在抛弃绘画了，这也是李希特我觉得比较厉害一点，他对绘画还是笃定，还是坚持。但是呢，绘画在他来说又变成了另外一种不同意义上的行为了，就是波普艺术对他的影响。安迪沃霍把一个破罐头重复的画下来，里希滕斯坦照着这个卡通漫画把它给1比1的画下来，他们画的东西呢，你可以称之为绘画，但似乎这种绘画好像跟传统意义上的绘画有天壤之别。李希特也从中得到了启发，他其实是把这个照片投在画布上，绘画技巧对他来说根本不成问题，但为什么他还要用一种看似作弊的方式去操作这样的行为呢？我的理解啊，他其实是在怀疑的坚持绘画。有一个小细节，就是他在某一天翻看报纸摄影的报道的时候，他会说，不入流的摄影师，他所拍的一幅照片都比任何一位画家画得更真实。他其实是在质疑绘画的这种所谓的原教旨嘛。他是觉得我把这个照片能1比1以我自己的绘画技巧复原这件事情对他来说已经没有意义了，然后就回到他为什么要做这种模糊的处理。以他的说法，他会觉得模糊就是一切变得平等了，他觉得画面当中这些信息都同样的重要，也同样的不重要。到后来史蒂芬肖尔他用巨幅去创造这样的摄影的语言的时候，他是要让每一个信息都变得清晰，都变得等比重，殊途同归了。现代艺术转向当代艺术重要的一个方向就是平等，这也就回应了当时波伊斯提出来的最重要的一句话：人人都是艺术家。波伊斯其实对李希特来说影响是非常重大的。李希特的工作室里面总共就挂着3个人的肖像，一个就是安格尔，代表了绘画的天花板了；第二个就是马奈，现代绘画的先驱；那第3个就是帮他打开当代艺术大门的波伊斯。再说回他这个模糊，我们横向比较一下，摄影当中其实模糊这个事情也是在不断的出现的。比方说罗伯特·弗兰克，美国人，他那系列当中，你想他拍2万多张照片，我想他大概率都是拍得清楚的，但为什么他在选出那82张照片的时候，他要挑出那么多张模糊的照片？另外我们看很多日本的摄影师，他们拍快照、街拍这种，很多都是模糊的这种形式。模糊的这个东西可能更个人化一点，大家去看一个照片，你把它拍清楚是一个不用说的前提。你去拍一个任务的这样照片，你是不是尽量把它拍得清楚？当你自己在进行创作的时候，你甚至想做一些突破最容易达到的就是先从形式入手。再一个模糊可能也能表现一种不确定性，一个照片把它固定在这儿非常清晰，那它是不是可能就表现了那一刻这个东西的状态？但是如果你给它做一点模糊，做一点拖影，那你可能是记录了它的一段过程。我觉得这种语言上有很多个延伸，看你作为创作者的话，你是怎么去采集这个东西。李希特他也是一个创作能力极为旺盛的这么一个艺术家。1966年对他来说是重要的一个年份，在这一年呢，李希特创作了他非常重要的一幅画，叫做《艾玛》。这个是李希特的第1任妻子，他当时呢就是有一点致敬杜尚的意思。他在创作了这样的一幅作品的同时，他开始走向抽象，他就是找来了色卡纸，随机挑选出了颜色，1比1的把这些色卡画在了油画布上，开启了他的抽象绘画的探索。对他来说还有意思的一个点就是，他还在不断的在尝试他之前非常写实的创作的方式。你比如说80年代的时候开始做这种了，首先他把这个蜡烛拍下来，他还是画照片画，没有任何的这种背景的信息，看上去很平淡啊。他在找那个最原初的东西。蜡烛这个事儿就是人类对光的掌握原初的一个起点，然后现在的照相术也是对光的这样的运用，光和时间，他已经向人证明了我是可以把绘画的概念延伸出去了。他是经历了这一圈的洗礼之后又转回来了，又回到了绘画。他在好像回到了很朴素的表达的时候，他的抽象又进化了，一个核武器一样的东西感觉出来了。他自己发明了这么一个工具吧，叫做 squeegee， 可以理解为是那种橡胶板，在这种大尺幅的这种油画布上，先是堆上颜料，然后在它这个工具上叠加上一层颜料，把它进行挤呀、推呀、拉呀。他也把他创作的这个行为同时记录下来。你不觉得他在做看似没有任何规则的这样的抽象作品的创作的时候，其实他的颜色的布局
肌理的分布，它里面其实是有计算过的。我们一直在提关键词就是模糊嘛。第一点模糊就是它对媒介使用的这个模糊性，就是它敢于在不同的媒介当中做尝试。到了后期呢，他又创作了 digital 的作品。我们直观的看上去，这不就是一堆彩色的线条吗？但是你要回看它的创作过程，有趣的地方在于说，他是先用照相术的方式把它的一幅抽象画给拍下来，然后在电脑当中用数字处理的方式对半切割、镜像、放大，经历了无数次的这样的操作以后，这些线条它还要在最后做排布，最后再用数码输出的方式输出在有机玻璃上。Photoshop 一个动作就做出来了。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刚才说，它模糊这个媒介，其实本质上也是它在强调一种平等性。在我面前，所有这些方式都是平等的，或者对受众来说，你不要带有分别心的去看，哦，这是绘画，那是摄影，绘画更高级还是摄影更高级？没有必要。它另外一点模糊的意义，它对于主题性的这种模糊。它有很大一部分呢，其实是跟自己的私人情感有直接的联系。比如说他创造的主题里面有他的女儿，有他的妻子。那另外一部分呢，就是跟社会议题紧密相关的，比如说有战争意味的画的那些战机，画的纳粹军人是他的叔叔，包括一些比较敏感的历史事件，再到后来他画了很有名的911，他就是把所有这些东西混在一起，但是他其实有非常直观的这种倾向性。就像你从开头介绍的时候说，影片里面演绎的这个年轻人到底要准备创作什么？然后他说绘画，我觉得这个信仰挺重要的。我说这个信仰不是说宗教信仰，你笃定你自己信一个什么东西，或者你觉得我就是做这个事情，这个特别重要。所以接着你的话呢，我们可以用李希特对记者的一段对话来结束今天这个话题。记者问到已经在艺术界享誉声名的这样的一个大艺术家吧，就是说艺术家如何创造艺术史？李希特怎么回答呢？他是说艺术家不可能创造艺术史，他们就是在每天工作，10年后这些就成为了艺术史。他有一个小纪录片，里面也很有意思。他在德国一个 gallery 里面做展嘛，他跟馆长2个人看场地，他不是聊这个画怎么挂，或者说怎么布展，或者说聊一些很深刻的策展的主题是什么呀。他俩看天花板，李希特就说到时候把那些玻璃罩子都拿掉，把这个灯的色温换一换，效果会更好。他们在聊特别实际、特别细致的问题。